大家好，我是罗乙，欢迎来到罗乙时间。在上一集，我们一起用常染色体亲子鉴定找到了全人类的始祖唯一亚当。通过 DNA 编码的解码，终于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，看见了我们遥远的老祖先。DNA 编码的解码还让我们看见了这位始祖的真实面貌。就像分子人类学家威尔斯所说的，如果坐在火车上，他坐在你的对面，您是认不出他来的，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 DNA 编码信息是从他那儿来的，我们和他有相同的编码信息，相同的编码信息就长出相同的形体。或者说，他就像我们的一位邻居老人，或者说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一位老人。唯一亚当理论是源于编码和数学的科学理论。男女22条常染色体和 X 染色体没有区别，所包含的30亿 DNA 编码序列一致，这只是一个存在的事实而已。30亿编码一致不可能随机产生，只能是来自第一组源代码。由于第一个人他有全套的染色体和线粒体，那么第一个人一定是个男人，因为只有男人才有全套的染色体和线粒体。第一个女人一定是 copy 制第一个男人的染色体和线粒体。这是数学计算的结果，或者说人只是计算了一个数学题而已。第一组30亿 DNA 编码序列不可能自己随机产生，必然有一个编制者。这就像很多的电脑工程师，他们在编写软体的时候，编写出来的程序，如果说很大的程序10个人的完全是一样的，另外的9个人一定是 copy 制第一个人的，而且第一个人一定是要去编写的，因为电脑程式不可能自己随机的就产生出来。那么30亿编码序列更是如此，所以这是所有电脑工程师必须得出的结论。人也只是证实了一个必然的结果而已。从唯一亚当理论，我们看见了什么呢？我们看见人本身没有，也不能做什么，因为不管是基因组，还是我们的染色体，还是我们的 DNA 编码序列，它都是一个存在的事实，人只是看见了而已，只是发现了而已，人不能做什么事情。30亿的编码数字在那里，人也不能做什么，仅仅是计算了一道数学题而已。30亿编码序列是一个存在的事实。那电脑工程师做什么了吗？没有，他只是根据他自己工作的经验，可以确定30亿编码序列不可能自己随机产生，他也只是做了一个见证而已。所以我们看到
在这样的事实面前，在这样的真实面前，人并没有做什么事。我们第二个看见是唯亚当理论适用于一切的生物，因为所有的动植物，它们身体中的编码都是源自第一组源代码，它们都有各自独一无二的基因组。一切生物各从其类，相互间没有共组的可能，因为我们说过的，相同的基因组才能够做亲子鉴定，相同的基因组才可能有亲缘关系。如果没有亲缘关系，是不能共组的。这些都是来自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计算的结果。唯亚当理论是建立在人和生物可见的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计算分析上的科学理论。如果要否认唯亚当理论，你先必须否认你自己身体中的常染色体男女没有区别这个科学事实。你必须先否认一道简单的数学题计算的结果。你必须先否认电脑工程师所得出的结论。这些谁能够否认呢？这些都是事实，都是真实。因此，没有人能够推翻唯亚当理论。唯亚当理论是一个人人都可以验证的理论。这里没有高深的理论，只有人体 DNA 编码存在的事实和中学指数运算的结果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美国基因银行查验，证明人体22条常染色体、X 染色体、线粒体男女相同是一个事实。这意味着人体30亿编码序列是一样的。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证实所引用的数学公式是正确的，这就意味着全人类来自一个人是正确的。每一位电脑工程师都可以确定30亿编码序列不能随机产生，这就意味着必然有一位编制者，这就是唯亚当理论。从科学中看见了不科学的超自然事件，从不科学的超自然事件又回到科学中。这可不是绕口令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唯亚当理论是一个科学理论。从唯亚当理论，我们看见全人类来自一个人。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而出，因为她身体里面的 DNA 编码是 copy 至第一个男人。而第一个男人他没有肉身的父母，因为他是第一个。这完全都是超自然事件，可是又是真真实实的出自科学的理论。而这样的超自然事件仅仅只是发生在人类始祖的那一刻，而后就再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一直到今天，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女人生的，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有肉身的父母。所以超自然的事件出自科学的理论，而从超自然状态又回到了科学可验证的自然状态。这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。
一直以来，科学和超自然是对立的，因为超自然的事件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。但是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3个超自然的事件，却真的是来自一个科学的理论，它和科学就搅在一起了。怎么样来解释？怎么样来看待？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思考。但是，不管你怎么去想，唯一亚当理论就是来自你我的 DNA 亲子鉴定，它就是来自我们的编码。而最有趣的是，不科学的超自然又回到了科学的自然中。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，你都没有办法去否定这一切。全世界人身体中的30亿 DNA 编码序列都是来自唯一的源代码，也就是来自第一个人唯一亚当。而唯一亚当身体中的30亿编码序列不可能自己随机产生，必然有一个编制者。谁是这位编制者呢？唯一亚当理论适用于一切生物，所有动植物身体中的编码序列都是来自各自的第一组源代码，那么它们的源代码也不可能自己随机产生，必须有编制者。谁是这些动植物的编制者呢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去深思的问题。请看小节。